我从未想过，一个前男友能令人恶心到这种程度。分手了，他还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在他制造的谣言中，还是处子之身的我，竟然成了女海王。我和刘刚谈恋爱是一场死缠烂打的胜利。据他所说，他对我是一见钟情，大一开学刚进教室，第一眼就在人群里看见了我，从此眼睛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于我而言，不仅他炙热的目光如影随形，他整个人在我的生活中都无孔不入。做小组作业，为了和我一组，即便是带领我那些懒货室友拖油瓶也责无旁贷。听说我胃不好，每天早上跑出校园给我买小米粥，风雨无阻，更别说那些3不5时的小礼物。记得我每一个喜好，也从不吝啬。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劝我，遇到这样的男生不容易，要珍惜。他们说的我都懂，刘刚对我好是毋庸置疑的，但我迟迟不点头的原因是，他根本不是我的菜。当时的我刚满18岁，终于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纪，对爱情无限憧憬，满脑子都想找一个偶像剧式的男主角。而刘刚，人如其名，就是那种每个班里最不起眼、最没特点的同学，每次默写人名表都会漏掉的人。我最终还是接受了他，因为他对我的付出像是让我债台高筑的债主，仿佛如果我辜负了他，就会愧对天下所有真心人一样。没有人知道，其实我并不快乐，感动永远不能变成心动。每一次和刘刚约会都像是应付，我不爱他，连喜欢、有好感都谈不上。和他恋爱的3年里，分手的话每一天都卡在我的喉咙里，就好像他随时一个停顿，我就要脱口而出。但我终归是太懦弱了，我很怕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尴尬。大家在同一个校园生活，同一间教室上课，如果分手，我要如何面对他和所有同学？于是我和刘刚好了3年，也忍了3年，终于让我等到了大4实习，可以远离学校。在拿到实习 offer 的第一天，我就果断跟刘刚提出了分手，斩钉截铁，头也不回。和刘刚分手是我这3年来最快乐的一天，像是大病初愈一般。但我万万没想到，刘刚死不罢休，分手后的每一天都如同恶鬼缠身。刘刚故伎重演，企图再次利用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对我施压。每一个听说我跟刘刚提出分手的朋友，都摆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没有人肯听我的心里话，甚至我多年来的压抑，在他们看来是不懂感恩。他们说，遇到刘刚这样的男生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我却宁肯把这样的福气送给他们。见我油盐不进，他们又成了刘刚的眼线。我的身边突然满是间谍，把我的行踪、我的社交事无巨细地向他汇报，以至于我和刘刚无时无刻不在偶遇，就连我的实习公司他也不放过。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和我进入同一家公司实习，平时交往甚少，但不知道刘刚是怎么搞定她的，让她对我在公司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周五晚上公司部门聚餐，我心想终于可以透口气了，可刚落座，居然又看见刘刚走进来。我当然知道他是为我来的，下意识地转过身想躲起来，但他却已经喊出了我的名字。我怯生生地起身，赶紧低声让他回去。但此时同事们早就做好了吃瓜准备，一个大姐就兴致勃勃地问：哟，雪溪，这是？然后刘刚就走上前宣誓主权，拉着我的手和大家说：我是雪溪的男朋友刘刚，我见外面下雨了，就来给他送伞。谢谢大家平时对我家雪溪的照顾。同事们七嘴八舌地夸赞他体贴入微。我极力反驳，却只被他们当成小姑娘娇羞，不仅热情地拉着刘刚同席吃饭，还推杯换盏，好不熟络。我整顿饭没吃进去一口菜，刘刚坐在我身边，却像是压在我身上的五指山，让我喘不上气来。他不肯给我片刻的安宁，从学校到公司，从同学到同事，他无所不用其极地把我捆绑住。无论我提多少次分手的事，在他面前都只不过是闹闹脾气而已。刘刚在我的世界里攻城略地，我已经被逼到墙角，他还来围追堵截。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每一秒钟都让我窒息。于是我起身离开，就算同事们会说我不懂礼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冲出饭店，刘刚也追了出来。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奔跑，哪怕我知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终究会找到我。但至少现在，我真的不想再看见他。可他在我身后喊我名字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向我伸过来骨瘦如柴的手，一把就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到恨不得把我捏碎一样。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怎么都甩不掉他，就像这场恋爱一般。我插翅难飞，只觉得现在就算前面是万丈悬崖，我也想跳下去一了百了。路的尽头，我退无可退，转过身哭着求刘刚放过我，我真的不想和他在一起了。我甚至就快要给他下跪，但他却还是摆出一副要来抱住我的架势，说：雪溪，别闹了，我苦苦相求，刘刚，咱们真的分手了，你放过我好不好？我知道你在说气话，我不会信的。我静止在原地，耳边是旁边酒吧传来的震耳欲聋的音乐，霓虹灯光映在我脸上。这样的场所对于我这种乖乖女来说，之前一直是恐怖之地，但和刘刚比起来，却像是世外桃源。我毫不犹豫地飞奔进去，只要能甩掉他，万丈深渊何惧？酒吧里像是一个新天地，人们扭动着腰肢，勾肩搭背。我从人缝里挤进去，没有方向，只求藏在他们之中，但我已经看见刘刚跟了进来。
我无计可施，硬着头皮坐在一个沙发上，低着头，像是藏猫猫怕被发现的小孩。我不敢去看这一桌子人，吓得浑身哆嗦，不停地揪着手。有眼尖的人见我不请自来，就问我是谁。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几个打扮时尚的人，不知该怎么应答。真是前有埋伏，后有追兵，进退两难。眼看刘刚已经过来，我的余光甚至都看见了他的衣角，心想完了，我要被抓到了。但这时，一双温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语气镇定而又温和地说：“他是我叫来的朋友。”我顺着声音看过去，是一个穿着考究的精致大叔。我结结巴巴地侧过头，说了声谢谢。他递过来一瓶可乐。丢脸的是，我已经吓得半傻，半天没拉开拉环，他才接过去帮我打开，笑笑说：“小朋友，喝了汽水就早点回家。”在大叔的掩护下，刘刚找我无果，便消失于人海。大叔看出我的胆怯，就一直陪在我身边。陪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有几个美女和他搭讪，但他都只是礼貌地打个招呼，也无意多聊。他站在外面等我出来，像极了在幼儿园门口接小朋友放学的家长。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一件 Tom Ford 的衬衣被他挽起袖子，搭配整齐的 undercut， 随性中又透露着严谨。不仅如此，他眉眼之间也气宇轩昂，有不怒自威之感，但眼神又如春风般和煦。我光顾着看他，却没注意到，就在这时，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一个朋克打扮的男人。他张嘴的时候还会露出亮晶晶的舌环，但音乐声太大了，我根本听不见他说什么，他的脸却越来越近。这把我吓坏了，我一直推他，可他却离我越来越近。就在我快要被他的舌环碰到时，突然被人一把拉走。大叔护在我前面，三言两语就打发了那个朋克男，见我吓坏了，还一直安慰我。而我不知不觉的就拉上了他的手，把他当成救命稻草一样，怎么都不松开。又过了一会儿，大叔说要送我回学校。我有些犹豫，毕竟是第一次认识的男人，何况又是在酒吧这种地方。他也看出我的担心，非但没有生气，还直夸我有安全意识。然后不紧不慢地拿出他的身份证、护照、驾照等一系列证明身份的资料，让我拍照留底。我不好意思地咬着嘴唇，只说了一句：“你叫向维安呀，名字真好听。”一路上向维安无话，为了让我安心，还特意开了导航，一点不偏离驾驶。高架桥上的路灯隐隐幢幢，整个世界都是橘色的。大学以来，我第一次以这样的角度看北京，像是一个新的位面。路灯也照亮了向维安，我不自觉地被他的侧脸所吸引。在此之前，我从来没遇见过他这样的男人，我的世界里只有男生。不得不说，相差10余岁的年龄，让向维安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相比于同龄人，向维安不仅有成熟男人的稳重，而且他的言谈举止里无时无刻不流露出一种对生活游刃有余的自信和洒脱。许是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向维安开口聊起天来，听说我只身一人在北京上学，还礼貌地说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可以联系他。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竟然还有心思雀跃，以至于我激动地把包包都掉了，东西洒了一地。我羞涩地捡着口红、纸巾等，懊恼自己的马虎一定给向维安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他要我的电话和微信，可直到下车，他都只说了一句注意安全。我承认那一刻我有点沮丧，我以为在酒吧他对我的照顾是对我有好感，可能这只是我自作多情，他就像是在路边遇到了一只流浪猫，随手给他买了根香肠而已。而那一句有事联系，多半也就是他的客气话吧。然而就在我失落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时，却从兜里摸到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向维安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我惊喜得又蹦又跳，不假思索就加了微信。我怀揣着对他的憧憬，彻夜难眠，等了一夜却没有等到他的验证，直到天亮才握着手机睡去。曾经我以为恋爱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找个爱自己的人就是万幸，但当我遇到向维安，我才明白，爱情之所以名声大振，是因为它让人魂牵梦萦。第二天，刘刚堵在女生宿舍门口，双眼通红，问我昨晚去酒吧干什么了。时至今日，我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话。我本以为和他好聚好散是最后的体面，但我的委婉却成了他的希望。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无视他，好让他清醒。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微信显示向维安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我的心一下子就砰砰跳了起来。我躲到没人的地方，点开向维安的朋友圈。他发的不多，2-3个月也发不上一条，上面零星的挂着几个金融贴的转载，还有去年他作为伴郎参加好友婚礼的照片。我偷偷把照片保存到手机里，如获至宝，越看越脸红，就好像那是我们的婚礼一样。我还不知道怎么和他打招呼，他却先发来一条信息，跟我道歉说昨晚睡着了，没看手机。我写写删删，10几分钟才回复了一句谢谢他昨晚送我回来。就在我懊恼自己不会聊天时，没想到他问我今天有没有安排，他朋友开了一间精酿啤酒的店，问我有没有兴趣尝尝。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然后一个箭步冲回宿舍，把柜子里的衣服试了个遍，却总觉得哪件都不够好，最后还是穿了最普通的 T 恤衫牛仔裤。
等我走到校门口，远远的已经看见了向维安的车，我不太认识是什么款，就是黑色的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像吉普又好像不是，但车标奔驰我是知道的。我猜想这车可能价值不菲，上车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怕踩坏了它。相比于我，向维安倒是舒展的坐在驾驶座上，等我坐定，还递过来一杯咖啡，细心的把糖包又多拿了几袋塞在旁边。我吸着咖啡，明明一夜没睡，却像是见了小太阳的向日葵一般灿烂。我们在他朋友的店里喝了精酿啤酒，他还带着我去参观制作过程。看着他和他朋友谈笑风生，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却暗淡下来。从小到大追我的人不少，但在向维安面前，我却好像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卑。晚上，向维安带我去吃法餐，从头盘开始我就很慌，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吃，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无论他怎么说笑话、抛话题，我都醉心于研究是该用里面的叉子还是该用外面的叉子。许是看出我的不自在，向维安二话不说带我离开。我还以为他生气了，没想到他却开车又带我去了一家人声鼎沸的大排档，问我介不介意。这下我可是如鱼得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吃起小龙虾论盆端那种。其实能看得出，向维安并不适应这样的场合，但他却极力表现得很合群，没有半点扭捏，还一直夸美味。那之后，向维安也会带我去美术馆看展，但也能陪我去逛胡同买小玩意儿。和他在一起是那样新鲜而有趣，最可贵的是，他从不对我的生活有过多干涉，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在。某天约会之后，他把车停在我们学校门口的树荫下，夕阳正好洒在我们脸上，气氛正好。他侧头看着我的脸，伸手把我鬓角上的碎发别过耳后，继而在我的耳垂上轻轻一啄，我的心就化了。我们拥吻着，我问他我们算是什么关系，他听了笑了笑，举起手机拍了张我们的合影，然后下一秒合影就成了他的微信头像。他拉着我的手问：雪溪小朋友，你愿意做向维安的女朋友吗？我很喜欢自己的名字，但那一刻我却发现了更美的称呼，那就是向维安的女朋友。说来奇怪，和刘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很不喜欢跟情侣有关的东西，但如今成了向维安的女朋友，我却整天把心思都花在什么情侣装、情侣杯、情侣挂饰之类的东西上。周三我在网上买到的情侣 T 恤到了，上面印着可爱的奇奇弟弟，我心里喜滋滋的，恨不得马上就和向维安穿上。于是我神神秘秘地打电话给向维安，说要给他一个惊喜。从电话里能听得出他正在公司上班，声音低沉而微小，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我去探班。到了他公司，就在我被前台拦住的时候，向维安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就被他领走了。前台小姐姐还抿嘴和一旁的同事使眼色，小声八卦，这小姑娘是想总什么人啊？不巧这话被向维安听见了，我正尴尬的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解释，他却坦然地说，是我家小朋友，以后他再来你就悄悄地把他放进来。我红着脸被他拉进总监办公室，一路都在接受着同事们的注目礼。进了门，我羞得直躲进他怀里，还心惊胆战地问，被他们看见了会不会影响不好？我家小朋友还怕被人看，向维安凑近我，而我眼睛的余光已经看见玻璃外面好多只眼睛在往这边看，羞得连忙推他。可他却嗖的一下就把百叶窗关上，然后吻住我的唇珠，轻声说，可不能让他们白看，毕竟是在办公室，我可不能给向维安添麻烦。于是我抵抗住他的攻势，从包里拿出那件情侣衫给他。本来我还期盼着他会开心，可没想到他拆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2只小松鼠，五官就皱成了小包子。我有些失望地问他，你不喜欢？他无奈地苦笑着，折纸上面的图案问我30几岁穿上这个，别人可能不会以为我穿的是情侣装，不知情的恐怕会当成是亲子装吧。我生气地撅起嘴，其实我明知道这样风格的衣服确实不适合他，但眼下我就是觉得这或许是他不够喜欢我的表现。看出我不高兴，向维安还哄我说等会儿下班带我去商场重新买。但即便这样，我也气嘟嘟的，怪他嫌弃我挑的衣服。这时他接到电话通知他要去开会，我便索性离开了。走的时候心里还堵着气。谁知走到前台，刚刚的小姐姐却让我等下，说向维安一会儿还有事找我。于是我被前台小姐姐带去茶水间，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见向维安开会的办公室。我偷偷看他坐在中间，一板一眼地跟下属们开会，简直和与我在一起时判若两人。那一刻我似乎有些理解他了，这样不苟言笑的他，穿小卡通图案的衣服确实与身份不符。我耷拉着脑袋，心想以后自己的审美一定要再提高提高。公司的空调好像坏了，我越坐越热，看得出会议室里的大家也察觉到了，几个同事纷纷把衬衫袖子撸了上去。只有向维安纹丝不动地穿着西装，我心生佩服，为了拗造型还真能忍。我看着他有意无意地去擦拭额头上的汗珠，还有些心疼。就在我不知怎么能帮到他的时候，前台小姐姐又跑过来给我倒了杯冰水。我们公司空调坏了，正在抢修，你喝点冰水吧，别热坏了。我赶忙摆摆手，又指了指会议室。不过他们开会好像挺热的。小姐姐心明眼亮，看出了我的担心，说是啊，里面的温度更热，向总还穿那么多，我都怕他晕过去。
他话音刚落，我就看到向维安已经拖着腮难数热了。最终在几个同事的劝说下，他才有所行动，脱掉了西装外套。可没想到他刚脱，大家便哄堂大笑起来，紧接着又想起该顾及向维安的领导身份，马上噤声，却忍不住转过头往我这边看。当我看向向维安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向维安里面已经换上了我送给他的情侣 T 恤，欢快的奇奇弟弟图案跟向维安严肃的表情格格不入，让刚刚还气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他瞬间成了吉祥物。我既为自己的愿望达成而开心，又对向维安的难为情感同身受。等他从会议室里出来，我都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他倒好，直接走到我身边，狡黠一笑，揉了揉我的头。同事们都说很好看，我低头看着脚尖偷笑。你不是嫌弃不肯穿吗？他轻轻掐了一下我的脸蛋，声音宠溺地说：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呢？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却听到几个女同事低声惊呼：哇，向董太甜了！从此我就成了向维安公司的神话，之后再去就被他的同事们打趣为奇奇弟弟女孩。倒是向维安索性看开了，不管什么奇奇弟弟还是彩虹小马，我买什么他穿什么，还得意洋洋，乐在其中。转眼到了中秋节，我原本是不打算回老家的，但妈妈打电话来说爸爸近几日心脏不太好，我就临时订了车票。爸爸的情况不大好，但见我回去还是很开心的。不仅如此，还一直追问我怎么没带刘刚一起回家。我本要和他们说我们已经分手的事，可又担心在这个节骨眼儿给爸爸徒添烦恼，就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想着等他好些再说。但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刘刚居然不请自来了。我爸妈一向很喜欢他，见他来大有新姑爷上门的架势，但我却骑虎难下。刘刚一副没事人的模样，还对我爸妈大献殷勤，几杯酒下肚更是胡言乱语，拍着胸脯向我爸爸保证会一辈子对我好。我坐在旁边简直如坐针毡。趁他们没注意，我悄声问刘刚：你怎么来了？他倒是不以为意地回答我：听说叔叔病了，我就来看看。我知道他是好心，但实在是气恼，为什么到了现在他还是搞不懂状况，于是皱着眉不高兴地说：刘刚，我们已经分手了，我爸并没病，都跟你没关系。但刘刚却依然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还特意大声说：我早就拿叔叔当爸爸看待，怎么跟我没关系？他这么一吆喝不要紧，成功吸引了我爸妈的注意力。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爸爸紧张地问我们是不是吵架了，妈妈更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我不懂事。在他们的合力之下，我只好乖乖闭上嘴，静静看着刘刚表演。我本以为忍过这2天就好了，没想到刘刚却变本加厉，不仅在我爸妈面前扬言一毕业就要娶我，甚至出门连街坊邻居都不放过，逢人便说自己是我的未婚夫。更气人的是，不管我怎么解释都没人信，还连连对我道恭喜。好好的回家过节，闹到最后反倒成了鸿门宴。我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小姑娘，莫名其妙就被谈婚论嫁了，这真是让我难以接受。我索性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眼都不想看见他，而他却早就把自己当成了上门女婿，住得自得其乐。为了彰显待客之道，妈妈还特意让我住书房沙发，把我的卧室让给刘刚。我一想他睡我的床，就浑身难受。最后我忍无可忍，到底还是提前1天回了京。但刘刚的目标是我，又年年地跟了回来。回京的火车上，我要彻底跟刘刚划清界限。我不顾火车上坐了那么多人，直截了当的第108次告诉他：刘刚，我们之间不可能，你别再揪着我不放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跟你复合。我以为刘刚会哭会闹，没想到他居然变了一副嘴脸，冷笑着问我：你在外面有人了吧？那狠厉的眼神让我后脊梁骨发凉。还没等我回答他，就听见他说：雪溪，谁要是敢把你从我身边抢走，我就弄死他。那之后，我觉得刘刚越发可怕了。他知道我有新欢，不是捕风捉影，而是此前向维安来学校接我时，同学看见告诉了他。但他抓不到向维安，就整天疑神疑鬼，见谁都是假想敌。一次我和向维安约了看电影，就在他公司楼下，于是我就自己叫了网约车。没想到刘刚却一直在跟踪我，他误把网约车司机当成了我的新欢，二话不说上前就把那司机揪出来暴打了一顿。尽管我再三解释他只是网约车司机，刘刚却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他要以此来警告我，表达他遇佛杀佛、见鬼杀鬼的决心。那天我没去赴约，吓得躲在宿舍里。我觉得刘刚已经不正常了，再这么下去，我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事来。而且我很担心他真的会伤害向维安。向维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面对我的突然爽约，还以为我身体不舒服，不一会儿就来学校看我。当我从宿舍窗户看见他在楼下时，吓得心惊胆战，真怕下一秒刘刚就会提刀从后面过来砍他。于是我慌忙冲下楼去，拉起向维安就往外跑。向维安被我拉着跑过半个校园，上了车我还不停地催促他快开走。等到终于到了安全之地，我整个人才松一口气，然后像摊烂泥一样瘫坐在副驾座位上。向维安不明所以，担心地问我怎么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怕被他误会，只能随口编了句谎话：学校不让外人进，我怕你被保安抓到。我知道向维安并没有相信，但好在他没再追问。
我不想让刘刚的事情节外生枝，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尽快从学校里搬出去住。最近几天向维安出差，刚好赶上我的实习工作也比之前多了很多，每天我的生活就是2点一线。枯燥是枯燥了点，但起码刘刚也很少再来捣乱。因为忙于工作，以至于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要不是向维安提前回来为我惊喜庆生，我可能一碗面条就打发了。向维安精心预定了餐厅位子，餐厅人不多，却装修得非常好，整家店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式风格，连餐具都精致到如艺术品一般。向维安不仅为我准备了浪漫的烛光晚餐，还亲自走到那台斯坦威钢琴前，为我边弹边唱生日快乐歌。我虽然也是在爸妈呵护下长大的孩子，每年过生日也都会收到礼物，但向维安给我的这场生日会却超出了我以往的认知，让我体验了网上那些豪华如明星般的生日会。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烛光映衬下，向维安的深情弹唱令我感动不已。从前所有对恋爱的幻想，他都将它们一一实现了。那一刻，我有了不枉此生的感觉。然而我却忘了什么是乐极生悲。就在我兴高采烈的时候，一个熟悉而又令我厌恶的身影逼近过来。就在向维安弹奏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刘刚出现在我的面前，对我说：“雪溪，生日快乐！”我愣在原地，连生日蛋糕上的蜡烛都忘记吹了，但刘刚却轻佻地用手指沾了沾奶油，然后面目可憎地送进嘴里舔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蛋糕真甜啊，就像我们雪溪一样。”刘刚，你胡说什么？你来干什么？我吓得站了起来。这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向维安也走了过来，面对来者不善的刘刚，还礼貌地打招呼，问是不是我的同学。但刘刚却没有向维安的好修养，见了向维安怒目而视，脖子上青筋暴起，激动地说：“同学，我是她男朋友，她未婚夫。”“不是的，他不是我未婚夫，我和他早就分手了。”我紧张地去拉向维安的袖子，向维安没有回应，因为这时刘刚已经拿出了照片。照片上是中秋节时他去我家和我爸妈的合影，以及躺在我床上的自拍，甚至还有趁我熟睡时偷拍我穿睡衣的照片。向维安接过照片，但刘刚还不肯罢休，竟拿出车票一锤定音，得意洋洋地说：“中秋节的时候我还去登门提亲，没想到他居然在外面偷人。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纪了，还找这么小的，他都比你小一轮了。”向维安转向我，我已经急得哭了出来，但无论我怎么辩解，车票上的日期骗不了人，照片又看似摆上钉钉，我真是有口难辩。向维安不动声色地深吸一口气，正要说什么，他的电话却响了起来，于是他就便转身离开了。我等了许久，也没等到他回来，猜想也许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我不顾周围的眼光，嚎啕大哭，也已经无济于事。而刘刚站在我身边，得意地看着我，如同他一样被弃如敝履，仿佛大仇得报。向维安不再理我，无论我给他发微信还是打电话，都联系不上他。我终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有不明真相的人还在一旁看我的笑话，说这是报应，谁让我当初那么狠心甩了刘刚攀高枝。但这却正中刘刚下怀，没有了向维安，他以为我就会乖乖回到他身边。他还像以前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我周围转悠，还摆出好男友的姿态，让周围人都对他赞誉有加。整个学校都以为是我喜新厌旧，抛弃刘刚在先，而他却不计前嫌，在我被人玩弄后重新又接纳了我。但我已经认清了他的真面目，无论他再怎么鞍前马后，我也不会再妥协。见我对他的态度没有半点起色，刘刚的计划落空。我知道这会激怒他，但没想到他居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刘刚拿着我的照片威胁我，如果我不同意和他破镜重圆，他就把照片发到网上，让全校师生都知道我和他有过肌肤之亲。我是一个很保守的女生，无论是刘刚还是向维安，我都没有和他们任何人发生过关系。但人嘴两层皮，有了前车之鉴，我不能不担心三人成虎的威力。我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在思念向维安和惧怕刘刚的情绪中郁郁寡欢。我想逃离这里，更名改姓，今生再也不想见到刘刚。可刘刚以为拿住了我，举动越发大胆，就算是在教室也对我动手动脚。我整个人处在崩溃边缘，再也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索性一走了之，什么学习，什么实习都无所谓了。我撇下一切，没有任何预兆地离开了，随便在火车站买了一张车票，连目的地是哪里都不知道。只要能逃离这里，天涯海角我都不介意。在火车上，我看着树影飞驰而过，一如初见向维安那晚的高架桥路灯。但这段缘分终究还是在刘刚的死缠烂打下灰飞烟灭了。我从列车员那儿买了一瓶啤酒，没想到一向淑女的我却在火车上喝得酩酊大醉。但也只有醉了，我才能不去想这些烦心事。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人在我身上披了一件外套，我才缓缓醒了过来。一抬头，不是别人，竟是我朝思暮想的向维安。我哭得梨花带雨，向维安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而我却不依不饶地对他拳打脚踢。我拿出我的手机，把和刘刚的每一条微信记录拿给向维安看，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每一次我要和刘刚分手的话，还有他对我的威胁与纠缠。向维安心疼地抱住我，一直在跟我道歉。他说：“
对不起雪溪，是我不好。原来那天向维安突然接到电话，要求他去审计工作，电话会议开了很久，再回到餐厅，我人已经不在了。而后他就被带走进行审计，项目保密到手机等通信设备全部被没收。等到工作结束，他才通过手机定位找到我。他亲吻着我的睫毛，对我说：“这次我再也不会让别人抢走你。”知道了我和刘刚的所有事后，向维安打算出面找刘刚谈一谈，但却被我拒绝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磨，我觉得我有必要亲自给刘刚上一课。我之前的是想好聚好散，但既然刘刚不肯放过我，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不能打无准备之战，于是我去医院做了妇科检查，证明我仍是处子之身。我还把手机上无数次和刘刚提分手的聊天记录截屏保存。这些之后就是最后一项，分手之后，我第一次主动约刘刚见面。他原本还以为我屈服了，兴高采烈的来的，而我却开门见山的说：“刘刚，无论如何，我是一定要跟你分手的，我不爱你，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果不其然，刘刚又开始暴躁起来，并把向维安搬出来，一口咬定我是因为他才移情别恋的。他这么说，我早已料到。于是我把自己从认识向维安到确定关系的每一个时间点都有证有据地摆在刘刚面前，希望他清醒。我们之间的感情破裂并不是因为谁的出现，而刘刚却说：“那又怎么样？你现在在大家面前已经是脚踏两只船的荡妇，你去说谁会信你？”我惊讶于他的淡定，向他确认：“你早就知道。”“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但我就是要让你成为众叛亲离的人，让舆论压死你。就算你不肯再跟我，我也不能让你跟别人。”我没有再争辩，只默默按下兜里的录音键，这就是我要的最后证据。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故意带着向维安出现在刘刚面前。我就是要大大方方地和向维安谈恋爱，让大家都知道我和刘刚不再有半点关系，让他再也不能以我的男朋友身份自居。不出所料，刘刚狗急跳墙，开始在网上污蔑我，发布在我家里偷拍我的照片，还直指我出轨新欢。最恶心的是，他竟然杜撰我是如何委身于他，连翻云覆雨的细节都编得有声有色。不明所以的同学们被他这么一说，开始一边倒地谴责我。我看着刘刚得意地笑，曾经海誓山盟追我的男生，现在却想置我于死地。我很难相信他如自己所说般爱我，他只是咽不下这口气罢了。好在我早有准备，第二天我将医院开的证明和刘刚的聊天记录与向维安的感情时间线，以及那段刘刚亲口所述的录音都发布到网上去，自证清白。当初被刘刚蒙蔽双眼，要为他出头的那些同学们，在证据面前才发现被他误导，继而曾经有多么猛烈的攻击我，现在就有多猛烈的攻击他。多日委屈的我终于沉冤得雪，我不再是那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刘刚这个狗皮膏药也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很多被前男友纠缠不休的女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声讨他，她们也和我一样，都曾遇人不淑，不但遭受威胁，还被污名化。而今，在我经历的鼓励下，她们决定直面这些臭虫。那之后，我没再见过刘刚，听人说他的事甚至被传到了他实习的公司，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公司没让他转正，最后刘刚不得不灰溜溜地跑回老家。而我和向维安的恋爱还在继续，虽然偶尔我们也会有拌嘴，但却是从心里真正爱着彼此的。或许我会嫁给向维安，又或许某天他也会成为我的又一个前男友，但至少现在我很幸福，